叫何欢，曾是一代歌王巨星，可他却突然转行做起了屠宰生意，更是凭借一把杀猪刀征服了整个香港岛。但刀口上舔血的生活还是让他心生倦意，于是欢哥便来到这栋破旧筒子楼隐姓埋名。殊不知这里早已变成地产商的盘中大餐，现在绝大多数住户都已被迫搬离，只剩下最后4个钉子户还在垂死挣扎。5楼的阿紫是个专注解说的自媒体人，每天除了绞尽脑汁的码字看电影外，就是通过自导自演揣摩演员的内心世界。虽然全网粉丝已经破万，但现在的他却被逼成了疯婆娘。4楼的吉仔是咏春拳的高级教练，由于没有韭菜可割，最近他正在家中平躺摆烂。3楼的兰叔是个孤寡老人，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宅在家里修身养性。2楼的梅姨是个神婆，靠胸前的十字架打败了无数妖魔鬼怪。因为楼里搬来了新邻居，4人就打算上门拜访认识一下。可欢哥并不想和这些人过多交涉，他一脸凶相的直接就将房门反锁了起来。没想到这一面之缘却让梅姨后背发凉，他说此人浑身煞气，肯定是招惹了脏东西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胸前的十字架就突然断裂，预示着恐怖之事也即将发生。当天晚上阿芷下楼买东西，刚来到2楼转角处，一个奇怪黑影乍现眼前。我操！阿芷害怕的蜷缩在角落，他急忙给楼下的吉仔打去电话，说自己在2楼看见了脏东西。吉仔作为楼里唯一的壮丁，一听此话立马精神百倍，他深情款款的找到阿芷，说自己已检查了所有楼层，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说着就把捡到的钱包还给了对方。吉仔环顾四周，看到了满墙的手稿，他以为阿芷写稿太投入产生了错觉，就决定陪他下楼放松一下。两人边走边聊，很快就来到了2楼转角处，结果却再次与阿飘不期而遇，对方惨白的手指上不停有水珠滴落。吉仔看到这一幕恐惧至极，但他还是强装镇定，一顿瞎掰扯。这时3楼的兰叔打来电话，说他和神婆都看到了1楼的水鬼。此话一出，吉仔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头也不回的就向着楼上跑去。与此同时，那个水鬼也慢慢转了过来。画面一转，4个见鬼之人也聚在了一起。不信邪的吉仔认为这是地产商的阴谋，目的就是将他们全都吓走，坐收渔人之利。说着就要拿起电话报警，可神婆却极力反对。他认为如果此事不是地产商所为，那么楼里闹鬼的消息一旦传开，势必会对房价造成影响，到时他们的楼就会一文不值。这时阿芷突然想到了新搬来的欢哥，当年他因一把杀猪刀一度成为了无数人的午夜噩梦，可4年后他却将一名吃瓜群众活活淹死，死者家属以谋杀罪名将其告上法庭，但最后又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，所以众人认为楼下的脏东西肯定是因他而来。就在几人专注的讨论此事时，外面却突然传来敲门声，而来者正是那个满脸煞气的欢哥。阿芷以为欢哥听到了刚才的谈话内容，特来杀人灭口，他忐忑不安地看向房间里的2人，没想到欢哥却语出惊人，原来他也看到了楼下的脏东西，来此主要是想和他们一起对付楼下的水鬼。可此时的神婆早已吓破了胆，他打算背着行李独自离开这里。在十字架的震慑下，神婆安全来到了1楼楼道，没想到那个阿飘却再次现身。神婆见状直奔马路而去，结果刚出门就被迎面汽车撞倒在地。楼上的几人听到撞击声，立马来到窗边查看，却发现神婆早已惨死街头。众人见此情景，以为这是水鬼的警告，便怂恿欢哥下楼与水鬼正面交锋。欢哥也不负众望，拿出那把标志性武器就冲在了最前面，结果却再次被水鬼吓得望而却步，但他还是壮着胆子与对方大声叫嚣：喂，搞什么？别在这里装神弄鬼啊！站这么远，他会不会听不到啊？我想他不是太方便，别妨碍人家，上去谈一谈。有了欢哥的陪伴，吉仔也不再害怕，径直就来到了水鬼跟前一探究竟。没想到手刚碰到对方的帽子，他就好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了地上。这一幕吓得几人大气也不敢喘一下，可吉仔却冒着生命危险掀开了对方的帽子。虽然这样的美女有些瘆人，但吉仔却丝毫不惧。那是没呼吸没脉搏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淹死的那个？吉仔认为这是当年被欢哥淹死的那个人。欢哥表示当年的受害者是个男性，所以眼前的女士肯定与自己无关。阿芷一看楼里发生了命案，就想让警察来处理此事，可其他3人却坚决反对。为了不影响楼价，几人就偷偷开始了弃尸计划。他们先将尸体装进木箱，然后再将其扔到荒郊野外。没想到刚出大楼就被一个酒鬼挡住了去路，而对方正好就是欢哥当年的死对头。酒鬼看到欢哥沦为搬运工，就开始冷嘲热讽，更是不受控制的狂踹木箱发泄情绪。众人看到目标暴露，便默契的将门
重新关上。欢哥不想事情闹大，就想推着木箱离开，可酒鬼却不依不饶，故意挑衅。阿芷看到对方的猖狂模样，也不再遮遮掩掩，直接就亮出木箱里的女尸。他警告男人适可而止，不然就会变成下一个猎杀目标。酒鬼一看，瞬间傻了眼，夹着尾巴就消失在了视线之外。随着抛尸任务的顺利完成，几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没想到当天晚上，那恐怖的水滴声却再次响起。欢哥听到声响，循声查看，发现刚才的女尸竟然又跟了回来。这一幕差点把欢哥吓尿，他哭着跑进吉仔房间寻求慰藉，没想到却遭到了对方的疯狂嘲讽。因为当年的欢哥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江湖高手，为何现在却变得如此胆小懦弱呢？我没杀过人，我是好人呐！你别相信江湖传闻，你让我走啊！行啊！欢哥见状也只得将当年壮举如实说出，原来他从没有杀过一个人，当年也只是一场误会。欢哥作为黑帮小弟前来参加帮派对决，可最后他却躲在了垃圾桶后面，亲眼目睹了一场现场直播，直到兄弟们全都死翘翘，他才怯怯地走了出来。不料这一幕恰好被狗仔队拍下，于是就有了欢哥大杀四方的千古佳话。而现实中的他其实就是个名正言顺的胆小鬼。吉仔听到欢哥的真人真事后，也毫不忌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。原来他正和女搭档调查一起情杀案。1年前，一名女子为了报复出轨的男友，直接将男友和小情人虐杀后抛尸大海，而背后真凶就是5楼的阿芷。为了逼这个杀人犯露出马脚，他们就雇女演员扮水鬼，神婆和兰叔扮群演，自导自演了这次女鬼复仇事件。欢哥一听，在演戏也轻松了许多。女搭档表示，今晚就是真相大白的最后时刻，因为他们已在女演员身上安装了摄像头，肯定能拍到更多头条新闻。此时女演员已来到了阿芷家门口，没想到这次逼真的水滴声却引起了兰叔的注意，结果下一秒，此时大量海水已涌进了阿芷房间，女人察觉异常，打开房门。阿芷捡起地上的摄像头，意识到自己身份暴露，就径直来到了4楼吉仔的房间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杀光这幢楼的所有人。随着一阵敲门声的传来，屏幕前的3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2天，一个路人发现了昨晚搬运的木箱。奇怪的是，里面的女演员早已惨死他手。那阿芷杀死的那个人又是何方神圣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踊跃发言。